儿媳说不够钱办婚礼，我出18万。看到儿媳抖音后，我没儿子，我林秀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，为了儿子林志远的婚礼，毫不犹豫答应给儿媳苏雅琪出18万。可当我无意中刷到她的抖音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视频里的她浑身名牌，炫耀着各种奢侈品，还说着那些让我心寒到骨子里的话。我颤抖着拨通儿子的电话，从今天起我没有儿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雅琪她爸妈说了，婚礼至少要办20桌，还要给他买3金。可我手里的钱，林志远支支吾吾地说着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正在厨房里忙活着，听到这话，手里的铲子差点没拿稳，转过身看着儿子，他低着头站在门口，脸上写满了为难。志远，你们算过没有？一共需要多少钱？我放下手里的活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妈，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……林志远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门外传来轻柔的脚步声。阿姨好，苏雅琪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甜甜的，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味道。我抬头看向门口，苏雅琪正弯着腰换鞋子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棉布长裙，看起来很朴素，手里还拎着一个有些陈旧的黑色皮包。雅琪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我连忙招呼她。苏雅琪走进来，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边上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显得有些紧张。阿姨，都怪我。她的眼圈有些发红，声音也有些颤抖。都怪我家里条件不好，拖累了志远。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一软。这孩子从小就没了妈，跟着外婆长大，确实不容易。雅琪，你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你们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，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。林志远这才开口。妈，雅琪她舅舅说，女孩子一辈子就结一次婚，不能马虎了。酒席要办20桌，每桌按1000块算，就是2万。婚纱照、婚庆布置、车队这些加起来也得5万，还有3金。3金多少钱？我直接问。苏雅琪小声说，我舅妈说，金镯子、金项链、金戒指，怎么也得3万块。我心里算了算，这些加起来就要10万了。妈，我手里现在只有5万块钱，还差。林志远欲言又止，还差多少？我问。至少还得13万。林志远低着头说，我知道这钱太多了，要不我们就简单办办。不行，我立刻打断了他。儿子结婚是大事，怎么能简单办？苏雅琪眼泪刷的就下来了。阿姨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因为我……雅琪，你别哭。我赶紧递给她纸巾。钱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妈，林志远惊讶地看着我。18万，我出了。我斩钉截铁地说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。苏雅琪瞪大了眼睛。阿姨，您说什么？我说18万我来出。我重复了一遍，我这些年存的钱本来就是给你们留着的。妈，这是您的养老钱。林志远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什么养老钱？我现在身体好着呢。再说了，我有退休工资，够花的。我摆摆手，你们年轻人要紧的是把日子过好。苏雅琪突然从沙发上滑下来，跪在我面前。阿姨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。雅琪，你快起来。我赶紧去拉她。不，阿姨，让我给您磕个头。苏雅琪说着，真的在地上磕了3个头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的亲妈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。看着她这个样子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感动。这孩子确实懂事，配得上我儿子。起来起来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
我把他拉起来，钱的事情你们别担心，明天我就去银行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了银行，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减少，心里虽然有些心疼，但想到儿子能够风风光光的结婚，也就释然了。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苏雅琪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，她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有时候是我爱吃的点心，有时候是保健品。阿姨，这是我特意给您买的燕窝，对身体好。她把一个精美的盒子放在我手里。雅琪，你怎么又买这么贵的东西？我看着盒子上的价格标签，心疼地说，你们年轻人要存钱，别乱花。妈，这点小意思算什么？苏雅琪甜甜地笑着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要孝敬您啊。听到她叫我妈，我心里暖暖的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再也没叫过我阿姨。每次来家里，苏雅琪都会主动帮我做家务，洗碗、拖地、擦桌子，什么都抢着干。妈，您歇着吧，让我来。她总是这样说。有一天，邻居张大妈来我家串门，正好碰到苏雅琪在厨房里忙活。秀云啊，你这个儿媳妇真是太懂事了。张大妈羡慕地说，哪像我家那个，结婚3年了，连碗都不洗。是啊，雅琪这孩子确实好，我满脸骄傲。你真是有福气，摊上这么个好儿媳。张大妈感叹道，现在的年轻人像她这样的可不多见了。听到邻居们的夸奖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觉得自己的18万花得值。然而，就在我沉浸在这种幸福中的时候，一些细节开始让我感到困惑。那天雅琪来家里，我无意中看到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那是一部我从来没见过的手机，银色的外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雅琪，你这手机挺新的啊？我随口问了一句。啊？苏雅琪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，这是朋友的，我手机坏了，先借他的用用。坏了，那得赶紧修啊，已经送去修了，过几天就能拿回来。他说得很自然，我也没多想，点点头继续看电视。过了几天，我注意到苏雅琪的指甲做得很精致，粉色的指甲油在灯光下显得很漂亮。雅琪，你这指甲做得真好看，我夸奖道。谢谢妈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同事带我去做的，说是新店开业，很便宜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苏雅琪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她包里露出一张小票，我眼神比较好，隐约看到上面写着美容院几个字，还有680元的字样。等她去厨房倒水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那确实是一张美容院的消费小票，日期是昨天的。雅琪，你昨天去美容院了？我试探性地问。苏雅琪回来的时候，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快速地把包拉上拉链。啊，是的，妈。她有些慌张地说，我朋友请客，说是庆祝他升职。朋友请客，那就好。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疑惑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志远。妈，你想多了。志远毫不在意地说，雅琪的朋友多，大家互相请客很正常啊。可是那手机，妈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用新手机，可能是分期付款买的，或者真的是朋友的。志远打断了我，您别胡思乱想了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就是觉得，妈，雅琪对您这么好，您还怀疑她干什么？志远有些不高兴了，人家一个小姑娘每天跑来照顾您，您应该感激才对。听到儿子这么说，我心里有些委屈，但也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想多了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。其实这手机是志远去年给我买的，但我一直不太会用，只会接打电话。秀云，你这手机挺高级的，应该好好学学。邻居王大妈
看到我的手机说，我孙女教我用抖音，上面有好多有趣的视频。抖音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就是看视频的软件，有跳舞的、唱歌的，还有教做菜的，可好玩了。王大妈兴致勃勃地说，来，我教你下载。在王大妈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用抖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只看一些广场舞的视频，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的内容。妈，你也玩抖音了？苏雅琪发现我在看手机，凑过来看了看。是啊，王大妈教的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这些小视频挺有意思的。太好了，苏雅琪高兴地说。妈，我也有抖音账号，咱们加个好友吧。你也有？我惊讶地问。当然有啊，现在年轻人都玩这个。她笑着说。我平时没事就拍一些生活的小视频，那你教教我怎么加好友？苏雅琪很耐心地教我，还主动把她的账号发给了我。妈，您要是无聊就刷刷抖音，我也有账号呢，可以看看我的视频。她甜甜地说。好好好，我一定看。我连忙答应。那天晚上，苏雅琪走了以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搜索她的抖音号，很快就找到了她的账户，头像是一张生活照，看起来很清纯。我点开她的主页，开始翻看她发的视频。苏雅琪的抖音上确实有不少视频，我一个一个地看着。第一个视频是她在厨房里做饭，穿着一件普通的 T 恤，头发简单地扎了个马尾，看起来很居家。视频里，她正在切菜，还对着镜头说：“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家常菜做法。”第二个视频是她在公园里拍的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在花丛中拍照。虽然裙子看起来不是什么名牌，但她笑得很甜美。我继续往下翻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生活日常，有时候是她读书的样子，有时候是他和朋友一起吃饭，看起来都很正常。这孩子确实挺朴素的，我心里想着，之前的那些疑虑也慢慢消散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会看看苏雅琪的抖音，看她有没有更新新的视频。她更新的不算频繁，大概2-3天发一个，内容也都是一些简单的日常分享。有一天，他发了一个视频，是在家里拍的。视频里，他穿着那件我见过的浅蓝色棉布裙，正在阳台上晾衣服。今天天气真好，适合洗衣服。他对着镜头说，声音温柔的像春风一样。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心里更加确定了，这个儿媳妇确实是个好孩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雅琪还是经常来我家。每次来都会带点什么，有时候是水果，有时候是我爱吃的点心。妈，这是我路过水果店买的，您尝尝。她把一袋樱桃放在桌上，我看了看那袋樱桃，包装很精美，上面还有进口水果的标签。雅琪，这樱桃看起来挺贵的，你别老是买这些东西。我有些心疼地说，不贵不贵，我有会员卡。打折的，他笑着说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当然要对您好一点。婚礼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苏雅琪和志远经常一起出去看婚纱、订酒店、选婚庆公司。妈，我们今天去看了几家酒店，最后选了市中心那家。志远兴奋地向我汇报，那家酒店怎么样？我问。特别好，苏雅琪抢着回答，装修的特别漂亮，服务也很好，就是价格有点。价格怎么了？我心里一紧，比我们之前预算的多了1万块。志远有些为难地说，我想了想，那就多出这1万，不差这点钱。妈，您真是太好了，苏雅琪感动地说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。看着她真诚的样子，我心里很欣慰，这18万花的值，能换来这么个好儿媳妇。然而，
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很完美的时候，一些新的细节又开始让我起疑心。那天苏雅琪来我家，刚进门就接到一个电话。喂，是的，我是苏雅琪。什么 VIP 卡到期了？好的，我明天过去续费。他挂了电话，看到我在看着他，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。妈，美容院的电话说我的卡快到期了。美容院还有卡？我好奇地问。是啊，半年卡比较划算，他解释道，而且我朋友介绍的，有优惠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在收拾客厅的时候，发现沙发缝里掉了张小纸条。我捡起来一看，是一张停车费的发票，上面写着豪华商城地下停车场。我记得志远告诉过我，他们平时都是坐公交车的，因为养车太贵了。那这个停车费是怎么回事？那天苏雅琪来的时候，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雅琪，你们最近去豪华商城了？豪华商城？她愣了一下。没有啊。妈，怎么了？我在沙发缝里捡到一张停车费发票，是那个商城的。我把小票拿给她看，苏雅琪看了看发票，然后恍然大悟。哦，这个啊，可能是我朋友的，上次他开车送我过来，可能是那时候掉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妈，你想去豪华商城逛逛吗？苏雅琪突然说，那里新开了很多店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一个老太太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我摆摆手，那都是你们年轻人去的地方。也对，苏雅琪笑着说，不过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带您去见识见识。时间很快到了婚礼前1个月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。我也越来越期待看到儿子穿着新郎服的样子。这天，苏雅琪又来了家里，她看起来有些兴奋，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：妈，我给您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我好奇地问。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抖音功能，可以拍特别好看的视频。他拿出手机，要不我教您也拍一个。我拍视频？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一个老太太，拍什么视频啊？妈，现在老年人拍视频很流行的。苏雅琪鼓励我说，而且您这么精神，拍出来肯定特别好看。在他的劝说下，我勉强答应了。他教我摆各种姿势，还给我化了个淡妆。妈，您看，这样拍出来特别好看。他把拍好的视频给我看，说实话，视频里的我确实比平时好看很多，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敢认。雅琪，你真厉害，把我拍得这么好看。我夸奖道。那是当然的，您本来就很漂亮。他甜甜地说。妈，我教您怎么发布视频，这样您以后就可以自己拍了。就这样，在苏雅琪的指导下，我发布了自己的第1个抖音视频。虽然只有几个点赞，但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妈，你以后可以多拍一些，记录自己的生活。苏雅琪建议道，说不定还能成为网红呢。网红是什么？我不解地问。就是在网上很有名的人。他解释道，很多老年人都成网红了，特别受欢迎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对抖音更有兴趣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花一些时间刷抖音，看各种有趣的视频。我也会时不时地看看苏雅琪的账号，她还是不定期地更新一些生活视频，内容都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。然而，就在婚礼前2周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我始料未及的事情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颤抖着手指点开了苏雅琪的抖音主页。她的头像换成了一张我从未见过的自拍照，妆容精致，笑得格外灿烂。我往下翻着她的视频，越看心越凉，直到我点开了她3天前发布的那条视频。视频只有短短的10几秒，但当我看完后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
手机差点从手中滑落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重新看了一遍，然后又看了一遍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原来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钱，我对这个儿媳妇的所有期望，我对这个家庭的所有憧憬，在这短短10几秒的视频面前，全都成了天大的笑话。我颤抖着拨通了儿子的电话：“志远，从今天起，我没有儿子。”“妈，您说什么？”电话那头的林志远声音里满是困惑：“您怎么了？”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，那个视频里的画面还在我脑海里翻滚着。“志远，你马上回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半个小时后，林志远匆匆赶回了家。他一进门就看到我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红肿。“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他急忙走过来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手机递给了他，点开了那个视频。视频是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拍的，金碧辉煌的装修，水晶吊灯闪闪发光。苏雅琪穿着一身红色晚礼服，脖子上戴着粗重的金项链，正搂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。“宝贝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。”视频里的苏雅琪娇滴滴地说：“他刚给我买了一套房子，300多万呢。今天是我们结婚1周年纪念日。”林志远看着视频，脸色变得和我一样苍白。这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。“你看看发布时间，看看账号。”我冷冷地说。林志远仔细查看了一遍，这确实是苏雅琪的账号，确实是他本人发布的视频。“妈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”林志远还在试图辩解。“你还要为他找借口到什么时候？”我愤怒地打断了他。他说那个男人是她老公，结婚1周年了。“志远，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？”“1年半。”林志远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“那就是说他在和你交往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。”我站起来：“我的傻儿子，你被人骗了，我们全家都被骗了。”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透过猫眼看了看，是苏雅琪，是她。我回头对林志远说：“妈，我们先别说破，看看他还要演到什么时候。”林志远咬着牙说。我打开门，苏雅琪甜甜地叫着：“妈，我来看您了。”她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，穿着那件熟悉的浅蓝色棉布裙。“雅琪，进来坐吧。”我努力保持着平静。苏雅琪自然地坐在沙发上，似乎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。林志远拿起手机，点开了那个视频。“雅琪，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？”苏雅琪看到手机屏幕的瞬间，脸色瞬间变白了。她张了张嘴，但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我站起来：“刚才不是还挺会装的吗？”过了好久，她才小声说：“那个人确实是我老公。”“什么时候结的婚？”林志远的声音里满是痛苦。“去年3月。”苏雅琪回答。“去年3月。”那正是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。林志远的声音越来越大。“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在骗我。”我没办法。苏雅琪的眼泪开始往下掉。“我老公他比我大10几岁，我不爱他，我是被家里逼着嫁给他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的钱？”我拿起手机，翻到另一个视频。“你解释一下这个。”这是另一个视频。苏雅琪在奢侈品店里试衣服，身边堆满了购物袋。“姐妹们，今天大丰收，买了10几万的东西，还好马上能收到一笔钱。”“一笔钱？什么钱？是不是我给你们的那18万？”我直接问道。苏雅琪最终点了点头。看到他承认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“所以你早就计划好了，骗我的钱去买奢侈品。”苏雅琪哭得更厉害了。“阿姨，我真的想和志远结婚的，想结婚。
那你视频里为什么说要去马尔代夫度假？为什么说你老公给你买房子？我冷笑着。就在这时，苏雅琪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脸色又变了。我老公的，她颤抖着说。她接了电话，喂，老公，在哪呢？怎么这么久不回家？赶紧回来，晚上我们要去参加应酬。电话里传来男人不耐烦的声音。苏雅琪放下手机，看起来更加绝望了。看到了吗？我对林志远说，她老公一个电话，她就得乖乖回去。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离婚。突然，苏雅琪抬起头，眼中的泪水已经哭干了。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你们想知道真相吗？好，我告诉你们真相。我和林志远都愣住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接近你们的。苏雅琪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有钱。你说什么？林志远不敢相信。你以为我真的会看上你？苏雅琪冷笑着。一个月薪3000的小文员，连车都买不起的穷光蛋，我老公给我买的一个包就比你1年的工资还高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之前那个乖巧懂事的苏雅琪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问。为了钱啊，还能为了什么？苏雅琪理所当然地说。你们这种老实人最好骗了，随便装装可怜就能把你们哄得团团转。你这个贱人！我气得想要冲过去打我。苏雅琪后退了一步。你敢打我试试？我马上报警说你们敲诈我。你不怕报警？林志远问。怕什么？苏雅琪拿出手机，翻出一些照片。你们看看，这些都是你们主动给我钱的证据。我可以说是你们要包养我，我拒绝了，你们就恼羞成怒了。我看着那些照片，确实都是我把钱给他的场景。原来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些。告诉你们，那18万我是不会还的。苏雅琪冷笑着说，用你们的钱买东西特别有成就感，而且我老公给的钱都有限制，你们给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他拿起茶几上的水果，这些我还是带走吧，免得浪费了。用你们的钱买的，但是是我买的。苏雅琪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们一眼。谢谢你们的18万，我用得很开心。等我花完了，说不定还会找别的冤大头。说完，他摔门而去。第二天，我和林志远去了派出所报案。同志，我们要报案。我对值班的警察说，我把整件事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，还把苏雅琪的抖音视频给警察看了。警察听完后皱了皱眉头，这个情况比较复杂，他确实涉嫌诈骗，但是证据不是很充分，因为他可以说你们是自愿给钱的，那我们的钱就要不回来了。我心里一沉，我们会立案调查，但是追回钱款的可能性确实不大。警察实话实说，建议你们也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权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我和林志远都很沮丧。妈，都怪我，让您损失了这么多钱。林志远自责地说，傻孩子，这能怪你吗？我安慰他，那个女人演技太好了，谁能想到她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回到家后，我们都很沉默。林志远坐在沙发上，无力地说，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了。志远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坏人就对所有人失去信心。我坐在他旁边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。几天后，邻居张大妈来看我，我把事情告诉了她。天哪，还有这种事？那个雅琪看起来多好的孩子啊！张大妈震惊地张大了嘴，人心隔肚皮啊！我感叹道，谁能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？那你们报警了吗？张大妈问。报了，但是警察说很难追回钱款。我无奈地说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
林志远对我说：“妈，我想换个工作，去学开货车跑长途，虽然辛苦点，但是赚得多。我要把您的18万还上。”傻孩子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还。我心疼地说：“不行，我必须还。”林志远坚持道：“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您也不会遇到这种事。”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，我知道再劝也没用。虽然这件事让他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但也让他成长了很多。那天晚上，我又一次打开了抖音，苏雅琪的账号还在，她还在不断地发布新的视频，依然在炫耀着她的奢华生活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关掉了手机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18万对我这个退休老人来说，确实是一笔巨款，但是更让我痛心的是那种被人彻底欺骗的感觉。我想起苏雅琪以前在我面前的种种表现，想起她叫我妈时的甜美笑容，想起她说要孝顺我时的真诚眼神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她精心设计的圈套。但是看着志远成熟的样子，我又感到一丝欣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